我是在4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的。虽然当时父母带我寻遍了名医，可依然留下了右腿残疾的后遗症。我家住在一个沿海的小城，家里靠养殖海参为生，在当地经济上还算比较富裕。我家邻居一个姐姐，如我家条件一样优越，人长得比我更美丽优秀，却因为找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渣男而被气得差点跳海自杀。结婚不到1年就离了婚，为此我妈特别担心，万一我也找个这样只图我家钱的男人，那岂不是把我送进了地狱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思量再三，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大连姑姑那里，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，在一个亲戚的工厂里打工，找个真心对我好的男朋友。季辉是我的组长，人敦厚老实善良，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娃。因为我右腿的残疾，我经常被工友们嘲讽，每一次都是季辉瞪着眼睛帮我对回去，我对他充满了感激。那天傍晚突然加班，下班已经是晚上10点，我独自一人向姑姑家走去，路上只有三两两的行人。突然，我被几个女孩挡住了去路，为首的那个我认识，是另一组的李雪。就你一个瘸子，还想打季辉的主意？告诉你，你最好明天就辞职，滚远点！李雪恶狠狠地说。就是，季辉是学姐的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另一个女孩附和着，惹来众人一阵哄笑。我气得发抖，我腿瘸心不瘸，不像你们以多欺少，卑鄙恶俗。李雪尖叫着扑了上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她打了一个耳光。其他女孩纷纷起哄，打死这个贱人，竟然勾引咱们的男神。我觉得嘴角似乎流血了，头发被撕扯得疼痛欲裂。正在我奋力抵抗时，一声怒吼响了起来：住手，否则我报警了！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李雪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来者，我也狼狈地抬起头望过去。昏黄的路灯下，一个男人伟岸地站在那里，仿若天降的使者，更像是我的英雄。季辉不顾众人惊讶的眼神，直接走到我身边，把我扶了起来。我倚靠在他身上，失声痛哭。季辉愤怒地对李雪说：真没想到你外表这么美丽，心却如蛇蝎。说完，气愤地拥着我离去。原来季辉看时间太晚，担心我路上出事，一直跟在后面保护我。我的心翻江倒海的不能自抑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身体还有残缺，可季辉不仅不嫌弃我，还帮助我，保护我。这种难能可贵的感情让我无法控制地爱上了他。面对我的自卑，季辉给我鼓励，人的内在美不是残缺的身体能掩盖的。他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的善良和坚韧。我和季辉很快相爱了。半年后，他带我回山西老家见父母。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季辉妈妈一见我是个残疾人，立刻变了脸色，冷漠的让我心颤。夜晚，我听到季辉和他妈的争吵声。那一晚，我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季辉就带我离开了老家。一路上，他不顾邻居异样的眼神，一直牵着我的手。我的心又温暖又酸涩。他这是在昭告世人，他季辉爱身边这个女孩，不管她的身体是否健全，可得不到长辈祝福的婚姻，毕竟是遗憾的。思量再三后，我决定向季辉坦白我的家事，说不定婆婆就会改变主意。当季辉听说我爸妈已经在大连给我买了房子，还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后，瞠目结舌。他开始是不相信，直到我把写着我名字的房产证相片给他看。我忐忑地祈求季辉原谅我的隐瞒，
她沉默了许久后，非但没有埋怨我，反而是疼惜地将我拥在怀里。傻瓜，我怎么会怨你呢？我懂你心里的苦。我哭倒在季辉的怀里，此生得此一人，足矣。当季辉把我的一切告诉他妈后，他妈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竟然还说，找这么个媳妇也挺好，正好我和你爸为给你盖房子的钱愁得睡不好呢。儿子，你挺厉害，竟然找了个小金库。季辉尴尬地挂了电话，手机打的是免提，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我不禁一阵恶寒。这种唯利是图的婆婆，我将来该如何面对？季辉安慰我，我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和她相处久了就知道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这些了，只要季辉对我好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况且婆婆与我相隔千里，交集也很少。很快我们举行了婚礼，季辉执意拿了装修钱和聘礼。我爸妈原打算让季辉倒插门，将来把一切产业都传给他，可季辉不同意。我支持季辉的想法，我也很懂他，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，自然不稀罕什么产业。他也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，不希望别人说他图丈母娘家的钱才娶了我。婚后的日子，我觉得自己掉进了蜜罐里。体贴的季辉每天早上都会早早起床做好早饭，有时候甚至会亲手擀面条，让我感动不已。闲时他都会带我出去走走，他总是走得很慢，等着我的步伐。被爱情宠溺的我，忘记了自己是个身体残缺的人。我拥有了同龄人羡慕的爱人，只是季辉一直不赞同生孩子。他说，你还是个孩子呢，再生一个更小的，岂不累死我呀？我特别喜欢季辉把我比喻成孩子，当一个男人像宠孩子一样宠爱你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？婆婆也曾经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怀孕，季辉就搪塞说，妈，你以为是买菜呢？说买就买，我们便有大把的时间过二人世界。快过年了，季辉说，等放年假了，我带你去上海旅游，看看南方人是怎么过年的。我开心极了，天天数着日子，期盼着美妙的旅行。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季辉的这个愿望永远也不会实现了。小年夜那天，正在家里准备晚餐的我，突然接到单位的电话，季辉出车祸了。当我疯了一样赶到医院时，季辉已经停止了呼吸，悲伤过度的我当即就晕了过去。季辉的意外离世抽离了我所有的魂魄，我像傻子一样抱着他的骨灰盒，在床上足足躺了2天。后来听我妈说，我婆婆对我意见很大，嫌我没有照顾好她儿子。我妈说的时候非常气愤，这是意外，谁能左右？怪就怪她儿子命中短寿。可我觉得婆婆说的非常对，就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为了年后多几天假旅游，季辉也不会在小年夜和别人调班。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我妈把我带回了老家，精心照顾着我。我特别害怕回到大连，可又特别渴望回去。我想在那个家里找寻季辉的味道。半年后，我不顾妈妈的反对，毅然回到了大连。姑姑想给我换个工作，我坚决不依。我依然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班，只要季辉曾经呼吸过的地方，我都不愿离去。生活暂时回到正轨后，我开始正视季辉的事故处理，对方全责，共赔付60万块钱。那晚，我拿着银行卡蜷缩在床角，泪水四流。这是季辉的命啊！我给婆婆打电话，说明了情况，然后给婆婆要了银行卡号。我给婆婆打过去30万块钱赔偿款和季辉银行卡里的所有的钱。婚后，我们一直是各自管理银行卡，可第2天，婆婆就来电话，
声音非常尖酸刻薄。我儿子就值这么点钱吗？房子装修的钱呢？结婚给你买首饰的钱呢？我心酸不已，又气愤不已。如果您觉得不合理，找律师吧。婆婆不依不饶，几乎每天都打来电话骚扰我，哭诉她儿子为什么命短，都是因为我命太硬，克死了他，还说我吞了他儿子的命换来的钱。我不堪忍受他的骚扰，又打过去2万块钱。我当时就想，季辉不在人世了，我每年都帮他孝顺婆婆吧，这2万块钱就算今年的养老钱算了。怕婆婆再找我茬，我换了手机号码。日子总要往前的。那天凌晨，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打开门，竟然是婆婆，手里还牵着一个男孩，大概4岁的样子。我惊讶得不知所措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婆婆脸色非常难看。我怎么来了？我带孙子来要他的那份遗产。我的心咯噔一声。孙子？我望向那个年幼的孩子，他眉清目秀，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胆怯地看着我。仔细一瞧，确实和季辉有5分相像。我的声音已经颤抖起来。妈，我和季辉又没生孩子，哪来的孙子？婆婆的泪水静静流下来。他叫强子，是季辉在老家的孩子。和你说实话吧，季辉在你之前结过婚，只是他老婆死了，留下了这个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姓季，是季辉的骨肉，不应该分遗产吗？你有小儿麻痹症，谁知道遗传不遗传？谁敢让你生孩子？婆婆又鄙夷地说。我被婆婆说的事情惊呆了，继而心如刀割。我忽然想起，当初季辉百般阻拦要孩子，说要多过2人世界，原来是因为老家已经有了孩子，而他怕我的病遗传给下一代，所以一直避孕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季辉会骗我。婆婆不管不顾，住了下来。她的要求很简单，遗产也应该有孩子一份，也就是说，我还应该给她至少10万块钱。还有，当初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竟然把房子的名字改成我和季辉的名字。婆婆说，房子也应该有孩子一份。悲伤与痛苦将我活生生地蹂躏着。我恨季辉的欺骗，可我更恨婆婆的恶毒。她明明知道这房子是我娘家的陪嫁，却要来瓜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敢和婆婆吵，因为她的嗓门大到足可以让整个小区的人都听到。我想报警，可又觉得小题大做。最后，我只好在外面找了个酒店，暂时躲避婆婆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婆婆竟然带着孩子到了我和季辉的单位。一时间，单位里风言风语，都在恶传我如何侵吞季辉用命换来的钱。我简直快被气炸了。我不禁向我妈哭诉一切。我妈心疼我，说如果不是姥姥生病了，她立刻飞过来帮我和婆婆斗争。挂上电话前，妈妈说，如果这孩子真是季辉的，估计孩子真有权分遗产。可问题是，如何证明这孩子是季辉的骨肉？是啊，季辉已经不在人世了， DNA 检验已经无法完成了。我赶紧上网查资料，网上说可以完成爷孙检验。我向婆婆说明了一切，只要能证明这孩子是季辉的，我没有任何异议。婆婆理直气壮地说，没问题。看着婆婆自信的样子，我知道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半个月后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强子和公公的确是爷孙关系。拿到结果的那一瞬间，我简直是欲哭无泪。我倒不是心疼钱，就是觉得多日以来，我一直希冀季辉没有骗我，希冀他全心全意爱着我。可如今看来，一切都幻灭了。我约好了律师，准备周末就把孩子该享有的一切都给孩子，
毕竟他是季辉的骨肉，我无法做到那么狠心夺取。周末一早，我便回到住房那里，等待律师过来商谈手续。打开门，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。强子正在客厅里哭泣，而婆婆则正和一个女人在吵架。我听见强子在哭喊着：“妈妈，奶奶，不要打了！”我震呆在了原地。强子的妈妈不是死了吗？那这个女人是谁？女人忽然就看见了我，冲了过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。你是季辉媳妇吧？我是你妯娌。不，严格说，是你名义上的妯娌。因为老太太嫌我家季明蹲过监狱，早就和他脱离母子关系了。强子是我儿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前些日子老太太突然悄悄把我儿子抱到这里来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来。听完女人的话，我忽然就明白了一切，怪不得强子和季辉有5分相似，原来强子是季辉的亲侄子。DNA 检测结果是爷孙关系，只是说明孩子和公公的关系，而强子是小叔子的孩子，自然与公公也是爷孙关系啊。关键是我不知道季辉还有个弟弟，自然误会了一切，以为强子真是季辉的儿子。心机婆婆呀，竟然为了钱演这么一出戏。我朝婆婆破口大骂：钱就那么重要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这样做，季辉在九泉之下能安心吗？骂完，我还不解恨，用我残疾的右腿踢翻了婆婆身边的椅子。婆婆看自己的阴谋被拆穿，呆成了木头。可突然，她便嚎啕大哭起来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你们让我怎么办？季辉爸爸在你们结婚前就被诊断患了尿毒症，可季辉爸爸怕你们担心，死活不让我告诉你们。我打听了，手术费加上后续的医疗费，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啊。可如今季辉不在了，季明也离家出走了，你说我还能靠谁？我只能想出这样一个办法，我需要钱给老头子续命啊！我被婆婆的哭诉惊呆了，又喜又忧的泪水默默地流了下来。喜的是我的季辉一直没有骗我，忧的是公公的病怎么办？妯娌在一旁用胳膊碰了我一下，悄悄地说：“打个电话给公公吧。”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担心婆婆撒谎。我正要拿出电话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估计是律师来了。可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愣住了。门口站的是已经瘦削变形的公公。公公一脸焦急地问：“季辉妈呢？这死老婆子，听说带强子来找你了，她是不是来给你要钱了？你可千万别给她。”当公公看到沙发上哭成泪人、一脸绝望的婆婆时，也不由得红了眼眶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是告诉你不治病了吗？别到时候人财两空。你又来纠缠儿媳妇干什么？季辉不在了，你以为儿媳妇不难过吗？看着抱头痛哭的公婆，我也忍不住泪水横流。很快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妈，您别担心，季辉不在了，我还是您的儿媳妇，我不会撒手不管的。剩下那30万块钱，我也给您打过去，给爸治病。希望没有季辉的日子里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也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